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武器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武器的话是砍了一部分，有削弱，但还好砍的不多。像上单的话有2套出装的，但打野的话是必须得3项。这样的话没有惩戒的，所以不好打。所以回来继续刷野就好了。看他想抢蓝，但没抢到，那就只能回来继续刷野。主要是连助攻都没抢到，这就比较难受。这里的话直接来吃河蟹，蒙多的话好像，打不到。那边的话主要是天使那边不好抓，他前期又没有太多伤害，你去抓蒙多反倒是自己出事儿。这里的话稻草人的话，这样的话走到那个位置的已经追不好追了。稻草人说实话这英雄还是弱啊。他那套输出打不出来，那就可能直接被武器还是被做了那个3项，就伤害会提上来。你做3项的话，伤害还是差。3项搭配收集者，又肉又用啊，就有容错，而且能扛能打。鞋子的话是选择做了攻速鞋。武器的话是因为有大招嘛，比较肉，但这里面可以看到。玩那个稻草人的话，一定是选择来抓下路更有优势。为什么？一抓的话就是2个人头。这里过来打个有反击风暴，所以闪现上来 ，Q 接 A 收掉射手。这里的话不要再吃兵线了，但可惜。征服者的话吸血还是差了些。这里面他带的是攻速，攻速的话好是好，如果他选择带着吸血的话其实也不错，但就是攻速有点慢。攻速的话后期肯定强，吸血的话后期就弱一些了，伤害打的不是可能会有卡手的情况。对面的话可能在红区的，所以上半野区的话，对面发条过来给压力。杰拉的话是推不过发条的，所以线权的话肯定是优先是发条更多。这里跳过来吃上河蟹，吃完上河蟹就可以拿蓝了。
刚刚特地在蓝区那里给个眼，因为对面刷完红肯定回去刷蓝。这里给上单给个说一下，稻草人在上半野区的可能，因为蓝区那边一直没刷新嘛，肯定是在上半野区蹲着。天使的话发育稳的发育的话，后期还是能打得动的。如果他前期送太多的话，可能就到不了后期了。看到没有，稻草人一定是在上半野区的。这里尝试蹲一手，哎，对面上来了，直接敲死。哦，但是下路送了2个人头。对面想骗进塔里面来吗？但稻草人就是这样子啊。想太多了。就稻草人的话，就是真的很弱势的打野，不是为爱发电，不要去玩它。这局如果随便换个打野，可能是吧，都不可能没那么容易被翻。但这样的话，反倒是武器养肥了，有了3项的武器，对面打不了。这个阶段对面是打不了的，所以直接想着是控先锋，然后去拿小龙。那边有眼的，能看到对方是否是去拿那个稻草人出现了，对面要控这个了。杰拉的话必须得靠过来，杰拉有蓝，这波必须得接，惩戒好了，先打人，把人赶走。稻草人有大招的，不给机会啊！但是这里面坏了，给机会了。哦，对面卡萨直接飞嘛。有大招不好秒的，闪现拉开，必须得等对面那个没了再说。这里惩戒过来收掉这个中单，但稻草人，哎，这里的话有机会吗？没有太多机会了。这个龙的话是没有了。这里的话得做个净化了，那边控制太多了。用这种情况，先锋的话可以给到去上路，因为上路的话是不好推了。这里面可以让那个天使就是的那个发育提前一些，可以往上路走一下。刷完这波的话，出了3项以后，刷野速度是特别快的哈，又有混伤。但天使回家了，这就有点难受。这天使如果在线上的话，人家反倒还好的，可以直接往上路，然后放先锋推塔。但这里的话来中路抓了，直接越吗？可以。那这样的话，中路可以推掉了，放先锋不放，哎，还不放吗？我觉得可以提了，把这个先锋的作用中路给。这样的话是推对面直接跳大，看来不放先锋有点不太理智了呀。其实放先锋的话可以把这个塔推掉了，但他想留到最后，但不知道这个绝猴哥是怎么想的。这样的话下来收掉，让薇恩来提款嘛，反正两边嘛。反正不是下路就是那个，对面伤害过来，直接打一套净化秒掉。但有这个吃干果子，哎，可以打，接着打，漂亮，很好的一个配合。先锋再不放要没了。说实话，这去下路。
放下路吗？我感觉绝活哥是不是把先锋给忘了？有点离谱。这里的话，有可能只是想利用下路做推进。那这样的话可以推高地哦，对面中单可以去蹲对面的中单，然后刷下半区的野区。对，这样节奏也是可以的。果然绝活哥是绝活哥呀，让那个薇恩的发育提上来。上路天使的话，估计发育没那么舒服的。不也是哈，有个点就是我没想到的一个点就是，如果说你把对面一塔推掉的话，天使反倒是没办法去限制，就是去拖住对面蒙多去说什么的，因为有塔的话，蒙多肯定会想着我要守住自己的塔，就有一些人会有这种想法，反倒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这里的话，已经去下路，2塔掉了，那这样的话，天使可以拿掉上1塔。这里的话，先做破盾吗？有优势的话，其实可以先做死亡之舞，因为卡莎伤害比较高，先提早做 AD 会更舒服一点。这里的话，利用反击风暴扛住对面的平列伤害就好了。这里的话是选择做了这个那个叫什么？叫做自然之力，对面法术伤害高嘛，做个魔抗。左下角的话就是常规的一个出装，但它是根据这局的一个对局情况，所以做出了装备调整。武器是没那么死的那种，就是会根据对局情况去改变出装。因为对面中野都是法伤，还有上单也是，只有射手也是混伤，所以自然之力能扛特别多的伤害。先拖住吧，反正这边的话，持续战斗能力，武器肯定是数1数2的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条大龙可以轻松的拿下了。但是这边稻草人跳后排造成的伤害，但并不是很爆炸。这样的话不用追了，可以直接来拿大龙。惩戒跳上去。晕住对面的辅助秒掉，但这个的话没那么好杀哦，因为没有那个减治疗。有减治疗的话，可能还能接着打下去，敲不动对方。回去把自然之力做了，这样的话法术抗性就拉满了。对面 AD 的话好像是攻速暴击流哦，不是那种出借攻的那种混伤的打法，太快了没看清，到最后再看吧。或者你们可以直接拉到最后先去看。这里开始打不动了，你会发现蒙多根本打不动，出了自然之力以后的那个武器。敲塔，先不要着急。对面打得很稳，一直在抱团，不想给机会了。这里跳过来晕住了。但控制太多了，没有交进化的。这里上来闪现上来，收掉2个。
那推完这2座高地的话，3座高地，那可以下一轮进攻了。这一轮进攻的话，就压制一下对方的经济就好了，去刷对面的红，把后期的这种共享 buff 给就是收掉。这局的话，可能是要做星驰吗？哦，做大帽。大帽的伤害还是要的，大帽比较高的伤害嘛。推上路，把资源拿到就行了，并不需要说一定要去一波的，这种一波很容易被翻。对面抱团也抱得很死，把这个有赏金的那个中立资源给拿到，不给对面拿到就行。反正边路1塔是基本上可以掉的。但是呢，像中路1塔是不能掉的，因为有战略意义嘛。这里的话，直接拉中单配合武器，其实还蛮舒服的。武器可以跳眼嘛，跳这种植物嘛，友方单位或者说敌方单位都可以，但反正就有单位可以跳就行。这里中单上去打了一套。不要给对面稻草人找机会就好了。武器闪现下来，拿掉大龙，这样子的话，节奏很快。上来再敲一下。像线上的蒙多其实并不是很优选的，说实话，现在版本，因为它的输出能力太差了一些，并不能去很好的干扰到对方的后排，不像兰博啊、猴子啊这种有强控制，更好的去干扰后排，开团也开得好。对面道人掉大，把辅助秒了，辅助大招都没放出来。这样对面出来打，可以直接反打了。大招准备好，敲，直接，等对面过来，反倒是被秒了，但上来直接平 A 一下塔收掉。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